爷，大爷，赏口饭吃吧，赏口饭吃吧，赏口饭吃吧。上上，别惹事儿。谢谢，谢谢。没有了，真没有了，真没有了。大爷，大爷，醒醒！老人家，大爷，你干什么呢？爷爷，大爷，这孩子啊，他爷爷生病了，好像得的是瘟疫。瘟疫？对。哎，走这个，爷爷。慢点。大爷，没气儿了，肯定是饿死的。看来这城里的粮食啊，都让这小日本给搜光光了。算了，先找到粮库再说吧。走。还有谁？看来得好好想想啊，城里鬼子人数可真不少。八路军对我们的作战计划非常的重视，我们在一起开了个会。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在平遥城内有日军600多人，加上日伪军还不到2000人。还建议我们先采用调虎离山计，然后围城打援，最后拿下平遥。诸位啊，平遥距太原并不遥远，一旦平遥战事开始打，太原及周边的鬼子必然会前来增援。所以八路军向我们保证，如果太原战事开打，那么太原及周边的鬼子他们会严密监视。如果鬼子赶来增援，他们将第一时间发动奇袭，并直接的告诉我们。吉中，说说你对平遥摸的情况。长岗，你来说。是。师长，这是根据我们在平遥城侦察到的情况画的图。日伪军主要分布在城楼和几个给养仓库，比较分散。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平遥城高墙厚，也是非常难攻的。那说说你的想法，能不能让一些人化妆成老百姓，先混进城？哎，张康，咱们的人口音不对，怎么混进城啊？鬼子采取的是以战养战的办法，城里的粮食早就被他们搜刮完了，我们可以借着送粮的机会混进城去。那能混进去多少人呢？一个班，只有一个班吗？人数太多容易暴走。再说了，如果引起他们警觉的话，那很难被引出城了。一个班能起什么作用啊？师长，如果按照八路军的建议，把鬼子的主力给引出城的话，那么城里的鬼子就容易对付。这些天啊，平遥城内天天在死人，都是被饿死的。如果我们混进城的人能够煽动老百姓去粮库抢粮的话，鬼子肯定会顾此失彼，到时候攻城不就容易多了吗？问题是，怎么把城里的鬼子主力引出城去？我觉得太原太远了，打新庄，新庄离平遥只有20来里地，又是平遥的咽喉。如果我们打新庄的话，平遥城内的鬼子肯定会出门增援。好，我同意你的想法。师长，平遥城我比较熟悉，混进城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好，先贤，拟定作战计划。是。集中，平遥城就交给你们团了。是。走。快点，快点，人走。杨正，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新庄巨大的太监让我们把粮食直接送进城。要不您检查检查？嗯。
哎，这什么人啊？这几个？这是我们村的，哪个村？林家村。这送车粮食用不了这么多人。哎，老总，你还不知道吗？这10里8村的人都饿疯了，见粮就抢。要不是这么多人，粮食早被抢光了。啊，跟你说，城里人也饿疯了，进去防着点。啊，走走走。啊，走。这，哎，那个站住！哎，就你说你呢，过来。我，就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好，老总，你哪儿的？我就是本地人。本地人，这白白净净的，是一块的吗？老总，哎，你别说话，我问他们。啊，老总啊，我是林家村林老财的儿子，我经常跟我父亲在这一带跑跑生意。林老财，啊，林家村的林老财。林老财呀，哎，知道，哎，早说呀，进去吧。你啊，早说呀，走。走了，啊，走吧。哎，检查仔细点啊！你站着。杨子，你可真行啊！让你两个图你不图，这可真是要脸不要命啊！差点把弟兄们都害死。今天给鬼子送粮的时候，粮库的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明天等鬼子的主力一出城，你们大家就分头给我喊：鬼子跑了，开仓放粮了。连长，这为什么？你们想啊，城里的老百姓现在都饿疯了，一听说开仓放粮，他们肯定都会往粮库跑。粮库那儿一乱，那城里的鬼子也一定会往粮库集中。趁这个时候，咱们就先把城门给占了。老郭，明天你跟和尚化妆成老百姓，去粮库抢粮。明白。长生大哥，哎，你们俩先埋伏在粮库的周围，等粮库一乱，你们就配合老吴把粮库占领了。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分散行动。我们这位弟兄会给大家安排隐蔽的地方。你说的吧？我来补充两句，大家明白吗？明白。是。好。那你说我们干什么？之前不说过了吗？听我命，跟着我就行了啊。快点！俄罗斯美伊开设苏奈尔，让我回去！你在干嘛？回来！大哥，你来干嘛？因为你们影响任务，告诉你要你们命。这仇帮我汇报他。现在先不要冲动。放我下来！不好了，你的那2个兄弟杀了2个鬼子，怎么那么冲动？鬼子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现在鬼子还没有动静，一旦鬼子发现有人失踪，明天肯定会全城戒严搜查。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鬼子查不出来，就把全城的青壮年全都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枪毙，直到杀鬼子的人被逼出来为止。这样，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新情况的话，再见进行处理。无论如何，不能让老百姓受牵连。你给我盯住那2个人，要再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好。
别管我。冲脑袋，不知道。你看，看见了。张康，我跟你说，一会儿小鬼子敢动手，我们就开枪。報告、長官、全部捕まえました。もしも見つからなければ、マワン、大人全員を撃ち殺してしまえ。はい。呀！杀害皇军的人听着，有种就站出来，否则通通枪毙！枪声，八路军在信庄打起来了。報告、新庄拠点は中国人から攻撃を受けました。支援お願いします。次に部隊を集めろ。新庄に増援だ。はい。そう、ついてこい。集合。小鬼子，我就不信你不出城。そうそう、続けろ。悪用しなければ構わん。撃ち殺せ。はい。先放他们过去，等他们回援平遥的时候，再收拾他们。给金继忠他们留点时间打平遥。命令部队隐蔽好了，千万别放枪。是。告诉部队不许放枪。是。刚才太君说了，昨天晚上有2个皇军失踪了。如果没有人出来认账，后果跟以前一样。命令不许胡来啊！知道什么后果吗？有指挥。皇军要杀人了。收粮库的是鬼子1个班，还有伪军1个排。只要干掉那挺机枪，咱们就可以冲过去。幸好和尚昨天晚上缴了2条枪。这样，大个儿，我找个地方掩护你们。好，你们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接应吴排让他们。行，走。走。几个伪军我倒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那2挺机枪。你有什么打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直跟你说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就是不听。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我先偷偷摸进去，然后你呢就他拉出来啊！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这几个给我拉出来！如果你们交代出是谁干，或者有人出来认账，那大家都还有活路。班長、俺に続け。はいはい、行け。我数1、2、3，我数到3，如果还没人站出来，你们一个都活不了。1。2。现在该动手了。你们2个干的。
は平野への攻撃だったか。大大将、平野町をおそらく失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全体に命令、平野に引き返す。はい。絶対平野の防御に守る。急げ急げ。团长，弟兄们，干得漂亮啊！10几个人就把整个平遥城搅得天翻地覆，回去老子给你们请功。剩下就看师长他们了。走，走，走。干嘛？谢谢啊，刚才多亏了你。我没听错吧？这话可不像你说的呀。还有那个团长面前杨德贵的。行了，你不用叫我，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杨德贵这么做对，如果换成我也这么干。小熊，看鬼子回来了。准备战斗，准备人呢。我看看，这娘的没大没小的啊！嘿，行，金大爷，这哥几个啊，打这次仗可够累的啊！怎么奖励我们？还跟我提条件是不是？那以前你都对不对？这不行，这兄弟多辛苦，你看。行，到时候少不了你小子的啊！赶紧下去，
帮着清理街道啊！啊，是，给我，走，走来，快点！他娘的！部长，开手！师长！鬼子已经冲出去一部分人了，咱们追不追？咱们要是再多几条枪，小鬼子一个都跑不掉。那师长，咱们到底追不追啊？不追，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命令其他部队开进平遥。是。弟兄们，进平遥，走！我觉得平遥城不宜久留。啊？什么意思啊？我们打下平遥城，就等于切断了同蒲线，小鬼子不可能坐视不理。再加上太原离平遥城这么近，小鬼子有半天就能赶到。是啊，酒菜已经备好了。这样，咱们进去，边吃边聊。走。好，走。我々と山中で戦ったあの川人のことか。そうであります。ピンヤ城は奪われました。今はトンプーシェンにいます。ああ、トンプーシェンはひとまずほっとけ。これを見ろ。井上大佐が負傷。井上大佐は島田将軍の頭脳と言われてました。その大佐が負傷となると、私が井上の代わりに島田将軍の助手をする。軍部にももう申請してある。そして我が連隊からも助手を連れて行ける。藤田君、私と来てくれるか？もちろん大佐殿にどこまでもついていきます。小心。老吴，你和长生带一个排，去偷袭他们的弹药库。记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要恋战，明白？明白。吃饭，走走。前面就小鬼的弹药库，排长，注意隐蔽。好，走，走。跟上。船长，弹药库一定断掉。明白。告诉大家，子弹都上好了啊，准备。子弹上膛，告诉大家，子弹都上膛。
石渡先生どこい？誰がこう守るぞ！すげえ！连长，赶紧打吧！皇帝不急太监急。报告排长，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出动了。排长，看来咱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已经成功了，撤吧！手榴弹，手榴弹！所有人，打倒准备！记住了，只砍拿枪的。我々が撃退しました。よかった。连长，打动着不？连长，这看不动啊！手榴弹！过来！连长，这招行啊！行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剩下的炮全给我炸了！炸了！留几个人，把炮弹全给炸了。是，走。大佐殿、両下店の銃砲大隊が襲撃され、銃砲8機全て破壊されました。なんだと？全部やられた。松本のバカめが。哎，你们看，从这个方向，然后呢再师兄啊，刚刚得到消息，昨夜晋冀中部擅自出击，攻击日军两下店阵地。有这种事儿？是。啊，哎，打电话问问晋冀中。是。命令侦察队搜集敌方情报，严密监视日军动向。喂，老金啊，现在是师座亲自查问，你就不要瞒我了。我说啊，老赵，你们呀也别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紧张，这小打小闹的事随时都有啊，说不定是八路军袭扰日军呢。你别给我装糊涂，八路军有这么大阵仗啊？那怎么不可能呢？多大动静？日军出动了一个大队去增援两下店，你说阵仗大不大？哟，那动静是不小。老金啊，会不会是你部有人擅自出击，把你也蒙在鼓里啊？啊，不会不会，没人有这么大胆子啊！放心吧。师兄啊，我敢确定是晋冀中他们干的。他承认了？他哪敢承认啊？现在一直在瞒着我们。那就坐实了再说。是。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部长，文芳，怎么样？8门大炮，1门不剩。好，干得漂亮！伤亡大不大？8个轻伤，5个重伤，全回来了。好啊，文芳，好是好啊，但是上面也追查下来了。啊？这么快？你动静闹得这么大，
想藏也藏不住啊。老金啊，哎呀，张康他们刚打了胜仗，这事儿啊，我觉得不能他扛了。哎，由这上面查下来，就说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我负责。哎，得，行了，都别争了啊！我知道怎么对付，放心吧。团长，陈副师长来了。啊，都小心说话，在哪儿呢？已经到门口了。记中。哎呦，陈副师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靳继中，哎，你小子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圆滑了？啊，我告诉你，我不来，你也少破费不是？不破费。嘿嘿。我问你，奇袭两下店情况调查清楚没有？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干的？哦，这个报告师长，是我违反决令，擅自出击。师座，张抗出击之前啊，跟我通过气儿，老靳他不知道这事儿，这事我负责。那行了，报告师，都别演戏了，我不点头你们能干吗？啊，有那胆儿吗？师长，昨天晚上的行动啊，是我让他们干的，要处置我。就这么一件事儿，你们这么多人争，这个账究竟应该算到谁头上啊？啊，跟他们没关系，全都是我的责任。根据集团军侦察队的报告，昨天夜里，我师某部奇袭两下店，重创敌炮兵阵地，日军伤亡情况不明，但我们摧毁了敌方的8门重炮。今天早上，他们全部拉走了。真的？8门重炮全搞定了？老金呐，你这是跟我演戏吧？刚才你还说是你一个人干的，这怎么一转眼，哎，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说，你们团是不是都是戏子出身的啊？命令，进击中部，潜入敌后，果敢机智，摧毁敌重炮8门。师部决定，奖赏晋级中部大洋1000元，由靳团长论功行赏。还有，要把这次指挥任务的指挥官的姓名呈报上来，上峰要给予授勋。就是他，张抗。这钱就算了，功过千里就成了。你就是张抗。是。ヤンシャー店の損失状況は明確に分かったのか？死亡26名、重傷10名、軽傷22名、銃砲破棄全て破損。全てだと？銃砲の指揮官は一体どこにいる？すでに自害しました。何者にやられたんだ？まだ分かりません。敵軍はもう後方にまで迫っている。防御にここまで油断しよってバカ誰が！はい、私のミスです。通告！第一線の全部隊に警戒強化を命令する。軍需物資や装備もしっかり警備しろ。ヤンシャー店のようなことは二度と許すな！我还是觉得小雪村是最佳的设伏地点。你们看啊，小雪村离曲阜太近了吧？一旦有什么动静，鬼子援兵很快就会赶到。再一个，根据师部减少伤亡的要求，你这样做太冒险了。离曲阜越近，鬼子的警惕性就越差，咱们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我还是坚持在福村。第一，福村靠近公路；第二，根据福村的地形，便于部队撤离和隐蔽。你们选择的地方啊，要长途跋涉几十里地呢，而且曲阜和邹县都很危险。设伏不等于非打不可，学着点八路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不打。张抗、杨彪，天黑之后，你们俩各带一队人，分别在福村和小雪村设伏，哪边先打响，另一队立即靠拢。会合后，立即撤离。是，我再多唠叨一句，
不许贪功，不许恋战。是。快点！你带几个人先摸到村子里看看，别惊动老百姓啊！那万一遇到鬼子怎么办？能躲就躲吧，躲不过再打。就算真打，也别跟他们耗。我们在村子外边接应。明白。哎呀，好。带两个兄弟要枪法好的，埋伏在公路两侧。等我枪一响，你们就打。明白吗？明白。来。要实在觉得手痒的话，可以给他们几个手榴弹。知道。你们几个躲着。他们不用太深，让小鬼子车过不去就行。让他们。这仗怎么打？这条路连接邹县跟曲阜，小鬼子的运输车往来顺路，但是车上的守军没几个，我们就打他的运输车。咱们就埋伏在公路两侧，隐蔽在公路一侧吧，方便撤离。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袭扰他们，抓紧时间，把草占上之后赶紧隐蔽。明白了。是。老百姓都走光了，那也好。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还可以往村子里撤。连长，我在回来的路上买了几个手榴弹，那玩意儿炸起来，够鬼子喝一壶了，真有你的老五。行。大佐、旅団長はいるか？不在であります。いない？どこ行った？梁社殿であります。襲撃された砲兵陣地を見に行かれました。梁社殿か。警備は何人ついてる？一個小隊であります。一個小隊？出発の際、増士の中尾連隊に通しました。そこより一個中隊を派遣し、合流されるそうであります。命令だ。旅団の警備部隊全体集合。トラックの大隊に動かせるトラックを全て出せと通達しろ。两下店炮兵阵地的被袭，让桥本感到警觉，他预感到了岛田的危险。连长，而张抗没料到的是，岛田这条大鱼正钻向他们张开的网里。怎么着？担心你那几个手榴弹拍埋了？没问题。大三宝啊，你说如果打了鬼子的运输车，那车上的东西咱们是不是弄得回去？你搬得动吗？不是，那得要看什么东西啊。搬不动，我可以揣一点回去吗？行，只要你能拿得动，想拿多少拿多少。大哥，你就吹牛吧，几十里路呢，拿那么多东西怎么走啊？哇哇子！如果是吃的，咱们不可以边吃边走啊！你说是不是？谁死瓜娃子，谁死瓜娃子？是。你们几个走。什么时候来？等我枪一响你就到。
记住啊，一定要等我枪响之后。明白。今どの辺りだ？小シュエツンです。小シュエツン？はい。连长那边打起来了。走线の方角です。もっと急げ。はい。安装回收。梁三毛，鬼子开车来了，准备战斗！戻るんだ！急げ！报告，你们看，张浩那边有麻烦了。杨参谋，咱们现在怎么办？还用问吗？
集合队伍去增援他们。刘明刚，带着队伍朝小道赶紧赶到小野村。好，快快走走走走！フズの方角に敵が少なくとも2体います。奴らに構うな。长生，哎，怎么了，连长？看看，这什么官？什么官？说出来能吓死你！你说，少将。少将？有你官大吗？我在他面前就是个芝麻官儿。这个比咱们团长还大，是吧？比咱们团长还大呢。来，这下咱们可赚大了。连长，老吴，鬼子赶快上，来不及了，怎么办？先进村，走，走。一会儿等鬼子靠近了，我们先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然后都往村后撤。好，走，走。なぜここに死体が？周りに敵はいません。包囲しろ。部隊に命令、村を包囲しろ。行け。はい。进攻。小鬼子对村里的地形不熟悉，北方的村子大，他们应该兵力不足。和尚，抓紧时间从村口摸进去，找山岗，告诉他从村子的西南角走。好。刘明刚，谢谢。你们跟着我，在村子西南角赶紧埋伏起来，准备接应他们。快点，走走。
シーフード増支援の部隊は来たか？先ほどもう一度連絡し、急いで集合するように命令しました。刘王，警戒！是。走。老吴，村口靠近公路，那儿的鬼子肯定比村西头多。一会儿你带人往村西突围，走得越远越好。是。小郑，走，你带一个班上村西头的屋顶。老吴他们撤退的时候，你们掩护。明白。走。连长，你怎么办？我殿后。不行，我殿后。别废话了，赶紧走。连长，是不是鬼子增援到了？听枪声是钟声时，应该是自己。连长，后面有人！别开枪，是我，和尚。和尚。连长，快，咱们从西南角突围，让他们在那儿接应咱们。知道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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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します。村の南西方向に支度を発見しました。一個小隊を率いて村の南西側を塞ぐんだ。一人も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はい。上前面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是。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好。谢谢。不用谢我呀，要谢就谢里面的胡大个，是他带着人从小鬼子身上抢的。我是说，谢谢昨天的事儿。什么意思？昨天你杨大公子特别神勇，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我和我的那些弟兄们早被小鬼子给包了饺子了。来，以水代酒。谢谢。我听说你们昨天干掉一个鬼子少将。是。怎么没觉出你高兴来？我们被包围在小雪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你说的话。我说的话？出发之前，你跟团长说，小雪村离曲阜太近，一有动静的话，鬼子增援马上就到。哼，还真他娘为你说中了。张抗啊，你这个人打仗够勇猛，现在也学会动脑子了，但是你这个顾头不顾腚的坏毛病，你还是改不了。淞沪的时候你就这样，到了山西还这样，现在到了山东你还是这副德行，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这个坏毛病要是改不掉，你这辈子就只能做个连长。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昨天在战场上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一个小连长换他娘的一个鬼子少将，值？你觉得值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如果我是金团长，让我拿你去换一个鬼子少将，我绝对不干。
论军事教育，咱们跟小鬼子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咱们这儿，但凡有点经验的军官或者老兵，那个顶个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鬼子那儿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尉小队长，至少是高中毕业，外加3年的陆官士官学校。如果要是少年的时候，就参加陆军军校从军的，在下部队之前至少经过了8年的军事教育。就是一个普通的2等兵，在参战之前也得经过13个月的新兵训练。我这么说不是吓唬人，也不是长他人志气。你想想，你打他一个将军，他很快给你补充一个，可能比咱们补充一个合格的连长还要容易。但咱们这边呢，像你这样从淞沪线上一路打过来的连长，打掉一个可就少一个。天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历练出一个来。小鬼子那边不同，你干掉他一个将军，没准现在就现在，小鬼子已经派来了一个更难缠的家伙，你相信吗？刘湘长官服病出征，他是壮志未酬，心力交瘁而死。刘长官这一去，我们川军更是群龙无首了。刘长官临终前留下一句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好，坐。诸位，日军目前的战略意图是打通津浦线，攻占徐州，切断陇海路，进逼武汉，企图通过速战迫使我军投降。我们身后的徐州，就是眼下日军的战略重点。你们看，日军已经开始从济宁向运河以西发起进攻，企图突破我军在微山湖以西的防线。张自忠的部队已经全部增援过去了。我们这边虽然尚无战事，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日军一向是声东击西啊，如果他佯攻西线，而实打藤县，把张自忠部调过去，那么藤县就变成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们一旦把主力部队调过来，藤县可就危险了。军座，我同意石中兄的看法，我也认为日军应该是降攻西线，而其主力目标在藤县。当然，即使日军分兵两路同时进攻，军座，诸位，鲁南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据，而日军坦克大炮随意调度，战况对我们很是严峻的。大家的看法我都同意。不管日军从哪一面打，藤县的防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连长，藤县方面的2个师由你统一指挥，你们回去抓紧调整部署，以藤县为中心，适度的收缩防线。是，军座放心，只要我王明章在，藤县就在。如果日军的主力重点进攻藤县方向，李宗仁长官的部队会增援我们，汤恩伯军团也会随即赶到。所以，闵章，藤县就交给你了。是。任命橋本龍二大佐を陸軍島田旅団の旅団長に任命し、当旅団名を本日より橋本旅団と改める。陸軍大将寺内和俊を北信濃方面軍における司令長官に任命する。命令。林蔭方面への陽動作戦を命じた板垣師団はすでに信濃第59軍を移動させることに成功。中国軍隊の防衛の重点は西へ移り、我が部隊の正面の軍は手薄となった。方面軍司令部より我が軍に命令。藤县へ侵攻し守備軍を全滅、そして州城を包囲せよ。旅団長殿。はじめに島田旅団長殿が暗殺されたことに遺憾の意を表す。今回の丹县の守備軍は川軍である梁下殿を襲撃し、我が砲兵の陣地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も奴らである。少々積んで
島田旅団長を襲撃したのも奴らである。中国にこう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恥を知りて後に言うあり。これからの丹紫園での進行では諸君たちにこれを実行してもらいたい。这不像在现实战斗，拿咱们当突破口打。我看，大概是知道两家店是咱们打的，岛田荣吉是咱们杀的，找咱们报仇呢，这是。也不知道市长他们怎么样了。团长，团长，师部有什么指示？师部没有新的指示，但是刚才听他说话的口气，似乎情况不是很乐观。让我，不带我，为何绕到他们后面？明白，刘二，跟我走。弟兄们，冲！李长官，日本桥本旅团已经从正面猛攻藤县了，王敏章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请李长官催促唐恩伯部尽快增援藤县。德操啊，你放心，藤县那边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命令唐恩伯军团火速支援藤县，只要王明章的那2个师再坚守3天，援军肯定赶到。请你转告他们，只要坚守3天，我只要3天的时间，请他们务必坚守3天。是。你再说一遍。3天，恐怕3天之后得到的答复还是坚守待援。战区最高长官下的命令，他参谋不敢不来。唐恩伯部是5战区中唯独一个机动部队啊！如果李长官能调动得了他，现在早就在藤县后面了。你看看，来。你看，唐恩伯部距我们防线只有200公里，如果上级能调得动他，现在早就给他安排在藤县后面了，你知道吗？已经火烧眉毛了，他会跳进火坑吗？正在跟日本鬼子全面开战，李长官出汤恩伯这几万人，已经无兵可调了。
如果汤恩伯见死不救的话，全藤县这2万弟兄，向贤，我有个主意，你带上参谋部，趁敌人没有合围。哎，支中兄说什么话？我跟着您来的，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要死我跟您死一块儿。向贤，支中兄。喂，我是王明章。什么？好，知道了。怎么回事？敌人从龙山迂回，朝我们后路。有多少人？至少1个连队。你给刘团长打个电话，让他派2个营，即刻把这股鬼子拦住。支中兄啊，这2个营再出去，藤县是做空城了。你让外线的金继忠他们跟鬼子脱离接触，即刻回援。城里所有能拿得动枪的，全部集合上城墙。是。还有一件事，去把葛督察给我叫来。葛督察，我以藤县总指挥的名义命令你，即刻率师部1连警卫1排，组成现场执法队，凡是违抗战场命令者、临阵脱逃者，就地枪决。是。好，你去吧。葛督察，师座，是汤长官不肯增援藤县吗？你怎么知道的？我只是推测。李长官如果真能调动汤军几万人马，那守在咱们后面的就应该是他们，更不会让鬼子趁虚而入。你也认为汤恩伯部不会增援我们藤县？我不知道，但以汤长官的为人，我不抱什么希望。我也劝师座别抱什么希望。我知道了，你去吧。是。他说的有道理啊。不愧是参加过淞沪的，我以前真是小看他了。金继忠向我们靠拢了没有？没有，电话线炸断了，电台也联系不上。我先后派了3拨人去找，界河那边炮火越来越密，我想就算联系上了，他们肯定被鬼子缠住，下不来了。如果我们后路断了，藤县就是一座死城了。大佐殿、渋谷連隊はすでに龍山を攻め落とし、現在藤县へ向かっています。渋谷連隊から1個大隊を出し、この丹子園町の西で増援に来る敵を狙撃させるんだ。大佐殿、渋谷連隊は龍山での戦闘で約中隊1個分を失いました。今もし大隊を1個派遣するとなると、城を包囲する部隊は大体2個足らずです。丹子園の守備軍はもう耐えられない。今奴らを援護できるのはここだけ。丹園防部のみ。しかし奴らは動こうとしない。丹子園の守備軍は他に頼る者がいない。では信軍は外部の部隊に援護を要求するはずです。もし最前線の守備軍が今の陣地を離れるとしたら、そうなれば奴らを撃つ絶好の機会です。部署へ行け。はい。老张，啊，排长，过去对我得罪，我欠你条命。我他妈这人就德行不好，过去你们谁都被我欺负过，就欠这份情，比他妈死都难受。排长，别说了，咱是兄弟，啊。鬼子又来了！快！鬼子又来了！快！
喂，闵章，我知道你们有多困难，增援徐州的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但委员长都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死守待援，让徐州方面完成部署。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坚守1天。不是援军3天就到吗？汤伯伯他们去哪儿了？汤伯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临城，即刻到藤县。你们赶紧速出火线，只要藤县不救，日军的主力就给挡住了。可我们的军队在外线跟日军正在焦灼作战，他们脱不开身呐！请军座再催一催他们好不好？汤伯那边我会催，你们一定要给我顶住！都给我听好了，不管援军什么时候到，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藤县共存亡。龙山丢了，2个营的弟兄全死了。什么？我们的后路也断了。团长，师长命令，尽快摆脱日军正面的攻击，马上回报藤县。回师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尽快回防。是，老金，咱们现在被日军缠住了，想脱身没那么容易啊。老罗，师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下这样的死命令的，老子拼了全本让冲过去，快！看你好，来，进师部。大佐殿、信濃軍は渋谷連隊の狙撃をかわそうとしましたが、我々の攻撃で引き返しました。奴らを見過ごすな。絶対に奴らを丹心に近づけるな。はい。旅団長から命令。藤田、なぜ私がネズミが嫌いかわかるか？いえ、なぜですか？なぜなら奴らは浅はかで、でたらめに動き回り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からだ。川军的弟兄们，你们用血肉之躯阻挡了3万日寇的重兵，为我们战区整个战役的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王明章师长牺牲了，他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楷模。战区，感谢你们！中国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李长官，汤伯为什么见死不救？官兵们要讨个说法。如果没有王明章师长率部坚守藤县数日，我们根本无法完成
整个战役的部署。现在，日军的板垣师团还有矶谷师团已经被我们大军包围在台儿庄，大战在即呀，弟兄们！我们要用胜利告慰王明章将军。请师长。5000名官兵，自从出川以来，从山西和小鬼子一直打到山东，他们出生入死，几乎全部都要拼光了。死了，我王明章不怕，可我却担心，我这死去的几千名弟兄，却顶不过人家一张嘴。发。师长，您好生安息，我们会为你报仇的。举枪！放！点关注不迷路。